大家好，今天是2月25号，天堂纪念版进行了定期维护，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好奇，今天到底更新了什么鬼东西？是有感的更新，还是又是无关痛痒的调整呢？不过我要先说，怎么刚更新完，我要登游戏的时候，排队居然要排2000多位啊！现在下午4点多了，还在排，消的有够慢的耶。然后呢，今天一打开官网，就看到最显眼的东西就是这个画面，没错。就是之前公告说海鹰版本终于有消息了，官方直接预告海鹰将在3月11号正式更新，这说明我们还有2周的时间可以期待啊！不知道那些原本会掉5房卷的海仙跟蛇女，他们的掉落物会不会又被大改一波啊？期待归期待，我们还是要来看今天的更新内容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活动，进化令活动。公告上写的煞有其事，亚丁世界会出现接受特殊任务的警卫，期待让环境变得更舒适，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警卫跟一般的警卫不一样，不会主动攻击红人。这听起来是针对工作室或者是外挂来的。但我刚才好不容易排进游戏后呢，到了大陆跟地间跑了几圈啊，大概在地间1楼跑了半个小时，完全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警卫。还是说它其实是隐形的，或者是随机触发的？感觉这个东西要过几天后才会知道特殊的警卫到底是什么了。再来就是龙铜像活动，现在在说话之岛村庄跟奇岩广场会出现龙的铜像，点击它之后可以获得成长的应援效果，效果时间呢是30分钟，血量加30，魔量加30，命中加1。这个铜像会一直摆到3月11号。说实话，看到这个活动呢，我真的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官方为什么不直接发给我们全服玩家一个什么龙纹符咒之类的东西，放在包包就可以直接生效了？难道策划会觉得玩家要每30分钟飞回家一趟领 buff 吗？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体验吗？重点是这个 buff 数值也没有说真的好到要我半个小时回去拿一次啊！对于练等提升的效果好像也很有限啊！我猜官方要这么做是想要限制工作室拿这个 buff 啊，但我们要知道工作室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buff 啊，他们打怪就是靠人海战术嘛，死了就死了，反正用说话的卷轴再飞回到附近的点，然后再走过去就好了。有没有这30滴血或者是30魔一点命中，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差，因为他们打强怪本来就是直接躺，所以这个设定到最后麻烦到的还是我们这些手动玩家，真是让人觉得多此一举啊！接着是赎罪神女，现在赎罪神女被派到奇岩和蓝柳村。这个更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你有钱就能赎罪。你需要去商城购买赎罪圣书献给神女，限制是正义值要在3万以上才能使用。给一本圣书呢，可以减少1次 PK 次数。同时消除500点的性向值，这个东西呢，摆明就是给喜欢在野外 PVP、喜欢包王杀人的大课长们准备的啊。我们都知道天堂的机制嘛，杀满100个人之后就会下地狱，而且这个满了之后呢，你每杀1个人就会下去1次。这个限制对于那些想要长期霸占网点啊，或者是打架盟来说是很麻烦的。现在有了这个道具呢，只要花钱就能消除杀人数，这无疑是造福了那些拳头大的玩家。不过天堂嘛，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各凭本事吃网的拳头大的留下来吃网，拳头小的就是被打飞或者是被打倒没得打。这个在天堂的逻辑也是合情合理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道具会不会让包网的情况更加严重呢？再来看看毕克斯的羽毛交换道具，可以用280个羽毛换一个守护戒指，活动到3月18号。这个东西其实就跟事前预约活动送的那个守护戒指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可能在于这个版本的守护戒指是可以交易的，或者是说让错过事前预约的人有机会可以拿到。如果你的羽毛很多，然后你又缺这一房，那你就可以去换。但我是觉得拿280个羽毛去换这个一房有点不划算啊。接着呢，就是一些游戏内的改善项目第一点呢，变形卷轴可以解除变身了。现在终于不用为了变身故意去死啊，或者是等到时间到，现在要解除变身呢，
就是直接在按变卷，然后有一个项目是可以直接解除变身。但是呢，这个解除变身呢，要花费1张变卷哦，就是你变身要1张，你解除也要1张。第二点就是说话之岛不再出现巡守，这不是应该连大陆的巡守一起拔掉吗？巡守留这么多到底要干嘛？真的是不懂每次被打或者是狗被打都没办法反击，都是因为巡守在旁边巡啊，害我没办法攻击啊。就算打不赢人，我乱人家也爽啊，对不对？第三点，说话之岛出现不会死亡的怪物，这个很明显是针对工作室的，但我必须说，这个不会死亡的怪物似乎没有带它的用处啊。现在的外挂都很聪明啊，设定侦测打不死的怪或者是没经验的怪，它就会自动转移目标了，去打别的怪啊。等打完别的怪之后，它才继续射这只不会死的怪啊。顶多就是让外挂多浪费几支箭而已啊。目前我的观察下来，对工作室的影响非常的有限啊。因为那些不会死的怪就是真的在原地发呆，也不会做任何的动作。接下来这几点调整对大家比较有影响啊，像是独眼巨人的攻击力小幅调降。这个改动呢，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多人用独眼巨人去扛王啊、打王啊，效果太好了，所以导致官方看不下去，直接砍了一刀啊。至于影响有多大呢？这个就要请法师玩家实测后才能告诉我们了。再来就是说话之岛地间2楼的夏洛伯奖励微幅调降。各位官方所谓的微幅调降啊，或者是微幅怎么样啊，通常都很有水分啊。刚刚呢，我有去看实况组他们到地间2楼啦，就是说话之岛的地间2楼去打蜘蛛。我看他们更新后掉落的金币数量大概是30到70之间啊，甚至还有更少的啊。在更新之前呢，原本一只夏洛伯的金币大概落在70、100到150之间啊，这个直接砍了一半以上啊，果然是官方的微幅调整啊。最后就是增加了污染的祝福之地怪物数量，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有没有调整好像意义不太大啦，因为呢，大家会挂这种地方呢，主要都是因为现在手边可能有急事要处理啊，或者是有其他事情要做啦，所以才会去这边挂。基本上大家应该宁可去挂摆摊，也不会来这边挂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商城的新商品亚修方块。这个东西呢，就是转蛋内容物，有消耗品袋子啊、注顺啊，还有重点中的重点元素石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妖生的元素石超级难捡的，现在官方直接把它放到这个转蛋里面了。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率啊，每个人限制买10箱，获得元素石的几率只有1%。对，你没看错，就是 1%。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个每人限购10箱啊，加上这个元素石的几率只有1%啊，对市场上的元素石价格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啊，顶多就是让几个欧洲人晒一下而已。另外呢，使用10个方块后呢，可以获得到1个亚修的幸运箱啊。看公告说明应该是给1个啦，但这个幸运箱的几率也是很感人啊。宝石类的几率呢都是1%，然后92%的几率可以开到2段加速袋子，所以呢要靠这个箱子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动荡呢，我觉得应该是微乎其微啦。要注意的是，这些箱子和袋子如果不开的话，4月1号系统就会删除了，大家买了记得要用掉啊。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亚丁进化令与外挂处置。官方公告说，在2月25号维护前，已经针对了138万个账号依照规范进行处置。各位听好，是138万个账号进行处置哦，它不是锁定哦，是处置哦。官方也公开了处置的数据图啊，我们来仔细看看官方公开的这张实际的数据图。这张图呢，真的很有诚意，而且很诚实，诚实到我没想到他敢贴出来啊。在138万个处置账号中，真正受到制裁的账号呢，也就是被锁定的账号，大概只有10万个左右啊。其他的所谓处置呢，就是要求认证啊、临时保护啊，或者是关监狱而已啊。换句话说呢，就是138万个有问题的账号里面，只有锁了7%的账号，这个比例低的可怜啊。官方公告里还写的文情并茂，说什么真诚的致力于杜绝非正常游玩，
直到完全扫除的那一天为止。这个公告语句我怎么听起来很耳熟啊？这不就是隔壁棚的风之谷阿泰尔才看过的吗？嘴巴上说对于外挂零容忍啊，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之前的直播也说过，韩国的游戏厂商对于工作室跟外挂的态度啊，通通都同一个样子啊。大家现在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然后呢，为了配合这个进化活动呢，官方还改善了检举功能。现在的信纸呢，只要1块钱嘛，那个是上周的更新，而且无购买限制。公告说，对于累积一定数据的对象检举后，会立即强制中断游戏。这个听起来很爽，但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会不会被拿来当作攻击的手段？如果有恶意玩家对敌盟集体疯狂检举正常玩家的情况，或者是针对看不顺眼的实况组去检举啊，会不会打到一半这些人就突然被踢下线呢？这个部分误判机制如果没有做好的话，绝对会引发新的灾难啊！最搞笑的是，官方还举办了一个检举外挂活动，各伺服器检举最多的人呢，可以获得传说守护者的称号30天，还有剧院的便当。这个操作呢，让我笑出来了。因为这个跟风之谷阿泰尔当初拍卖场坏了8-9个月修不好啊，结果干脆办了一个拍卖场的试营运活动，有什么两样？这个完全就是典型的丧事喜办啊！明明就是游戏环境出了问题，官方无力根除，结果把它包装成一个庆典活动，要大家帮忙抓外挂啊。至于奖励给的那个剧院的便当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天堂 W 曾经有过的道具吧。或者是新创的物品，反正再怎么样都要等到4月1号才会公布了，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还有一个追加的奖励活动，就是今天维护前啊，之前有检举过玩家的都有小奖励啊，算是给热心的玩家一点安慰奖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今天的更新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